据环球时报4月10日的报道，印军目前的3个军种开始进入到战略转型阶段，目标都是准备有足够的能力，同时对中巴两国进行双线作战。为此，印度空军在中印边境地区密集活动，其中阵风战机苏30和米格29多次被发现出现在我国边境地区。有一枚叫嚣，这是印度在苦练空中作战能力，增强其作战能力，将有利于印度在未来进行的双线作战。需要注意的是，一枚口中的双线作战，并非只是单纯的叫嚣而已。在去年对峙时期，就有专家解释，印度的国防战略完全由印度陆军一手掌控。然而，印度陆军却完全没有现代战争的概念，还是2战的那一套大军团模式，仗着自己庞大的陆军规模，就荒唐地设想出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双线作战策略。因此，一枚叫嚣的练习双线作战，并非只是媒体的狂妄幻想，而是印度军方真的这么设计的。有观察人士指出，在4月6日的时候，就已经有相关媒体获取到了空中照片，印度阵风战机正在以编队的形式出现在喜马拉雅山脉上空进行训练。此外，印度在前线还有3个中队规模的米格29和苏30，每个中队18架战机，这些战机都是在中印对峙时期就已经部署在前沿。短期内，印度可能不会重新制造事端，重蹈此前中印对峙的覆辙，但借着美军可能在未来制造的混乱局势趁火打劫，却是有可能的。额外提一句，在4月7日，美军第7舰队闯入印度专属经济区自由航行，高调讽刺印度人大惊小怪，甚至公开文件表示，美军的第7舰队进入印度近海自由航行根本不需要通知印度。结果，印度国内媒体愣是一句话不敢说，最多加了一句让印度人惊讶和伤心。结果不到3天，印度媒体就开始制造印度对中巴双线作战的话题，一副被美国人教育得很成功的样子。如此鲜明的对比，不难看出，印度新德里的对外战略就是典型的色厉内荏、欺软怕硬。要对付印度这种本性上就畏威而不怀德的国家，没有什么比炮火和钢铁具有说服力的了。据美国官方在4月8日对外的公告，在当天，美国参议院提出的2021战略竞争法案得到了全票通过。这是在近几十年来共和民主两派罕见没有进行斗争，联手推出的一份法案。该法案的核心内容就是暂时放下美国两派的内部矛盾，动员美国国内所有的战略、经济、外交工具，对抗中国日益崛起的现状。在外界看来，这份法案其实意味着美国两派已经就如何转移国内矛盾制定好了未来的计划。这也代表着美国已经在未来战略上彻底封死了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全面对抗。美国当前的对华态度已经从特朗普时期的政策高度上升到了战略高度，美国已经向中国亮出刺刀。据美国媒体指出，整个法案中有几个点是需要注意的，其中就包括了对盟友的未来关系处理、全球领导权的掌控、对地区事务的干涉力度、经济上打击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供应链，以及军事上遏制中国等等。有观察人士指出，第一点，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当前一直在进行的战略，拉拢更多的盟友，组建对华联盟，以及弥补此前美欧之间的裂痕，打造一个全新的北约。第二点很直观，就是重新拿回特朗普时期丢失掉的全球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美国霸权的直观体现，重新回到全球警察的地位。第三点，就是在各地区之间的地缘问题，美国都会插一手，以保证第二点的有效进行。这其实意味着美国对全球各地的地缘矛盾持续施加影响力，这里面显然也包括了如今相当敏感的我国台海地区问题、俄乌的克里米亚问题、印巴的克什米尔问题等等。第四点也是最核心的对华战略思路，打击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通过对产业链、全球市场占比等方式逐步瓦解中国的工业体系，进而赢得对华竞争的胜利。第五点也算是美国最终能够想到的办法，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有分析认为，美国人设想的思路确实很具有威胁性，然而执行起来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美国已经不是30年前的美国，当下的美国还想要像过去一样指挥小弟做这个做那个，代价是十分沉重的。美国已经在走下坡路，这是全球各国已经清晰看到的事实。当前美国组建对华联盟屡屡碰壁，一些国家更是雷声大雨点小，已经可以看出倪端。我国驻美大使在此前就很明确地给予了华盛顿当局警告，美国当前的行为十分危险，这是在玩火。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正在与澳大利亚、日本、美国、法国在孟加拉湾举行海军联合演习，演习的目的在于改善印度太平洋的海事安全。
出乎意料的是，此次演习将由法国海军为主导，演习将持续进行3天。法国驻印度大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法国将为这5支志同道合的先进海军舰队提供合作的机会，促进各国海军的联系，提高联合作战能力。据印度的分析人士评论，美国或许认为整个亚太地区过于广阔，美军第7舰队早已经是力不从心，因此在印度太平洋区域需要建立另外一个军事同盟，限制中国海军的行动。由于英国皇家海军现在状态不佳，也无法指望落后的印度海军，因此默许法国成为主导就是最好的选择了。目前来看，这个4方组织仍是一个松散的安全组织。法国经常在各类论坛上谈论印度太平洋的航行自由的必要性，但显然这是针对中国在南海的海洋领地主张的委婉说法。但已经有传言说4方组织会成为亚洲的北约雏形。作为原先印度的宗主国，英国主导这个地区联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显然英国此时心有余而力不足。英国海军目前航母状态不佳，舰载机数量不足，其战斗力远逊于法国海军的戴高乐航母战斗群。法国的政治精英们或许正是趁此机会，想要恢复曾经在东南亚附近的地盘，重圆自己的殖民地美梦。法国已经派出了攻击型核潜艇这样的敏感装备前往南海，戴高乐航母也是迟早会光顾。可以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野心暴露无遗。法国的政客们非常神经质地认为，中国一直在勘探海底的矿产、石油和资源，特别是在印度洋的法国领地，因此他们想做些事情起到威慑作用，而凭自己是无法完成这样的远洋行动的，所以法国必须拉帮结派，建立盟友关系。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北京的军事分析家魏东旭称，法国所主导的演习是宣传特技，而4方组织则是为成员利益临时建立的松散组织。魏东旭表示，4方组织的军事行动显然是针对中国的，除此之外，该地区并没有能够与他们匹敌的力量。中国现在需要做的是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增强其综合海上作战能力，同时向世界证明，更强大的中国海军将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破坏这一点。如果说法国主导4方组织对中国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如果越南、印度尼西亚或菲律宾加入这个组织，那么将对中国在南海的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很多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将在该地区为很多国家提供海军基地和补给服务。那么这会意味着大量的外军舰只出现在南海地区，大大增加中国海军的任务量。这意味着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海军的舰只不再需要每次都返回本国休整，只需要就近选择港口休整，比如菲律宾马尼拉、越南金兰湾。